幼儿园家庭日，丈夫宋借口公司有事，还叫我和女儿也别去参加。看着女儿丽丽那失落的小脸，我心疼的不行，干脆自己带女儿去。刚进幼儿园，竟瞧见宋刚一手抱着个小男孩，一手牵着青梅阮素琴，他们那模样就跟真的一家三口似的，有说有笑，好不欢乐。等看到我和女儿，宋刚微微皱起眉头，这才松开阮素琴的手。苏雨，你可别误会，素琴单身带孩子不容易，今天是孩子5岁生日，就想感受父爱。我深深地看了他一眼，然后蹲下身，拉住女儿的小手，宝贝，叫叔叔好。好看的高质量小说千万，但人生胜利组这里占一半。全文一更到底，别忘了按赞、留言、分享、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精彩故事现在开始。阮素琴见这情形，赶忙把儿子接过去，满脸歉意地说：“苏雨，你别生气，宋哥是好心，这孩子从小没爸爸，今天又是他5岁生日，宋哥就是帮忙圆个父亲的梦。”我似笑非笑地盯着他，既然这样，我和丽丽来了，是不是该把宋刚还给我们了？毕竟我们才是真正的一家三口。阮素琴微微一怔，她怀里的儿子却不干了。爸爸，你说好今天和我跟妈妈一起过的。这5岁的孩子眼神凶狠地瞪着我，我挑了挑眉，都叫上爸爸了。还没等我再说话，宋刚就挡在了他们娘俩面前，一副保护的样子。他语气不耐烦地说：“苏雨，你也是有孩子的人，就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吗？我和素琴从小一起长大，我就陪他们娘俩1天，就1天而已，这你都要计较？”我气笑了，难道阮素琴的不幸是我造成的？这时，幼儿园其他家长领着孩子陆续入场，有人过来打招呼：“乐乐妈，乐乐爸，早上好啊！每次幼儿园家庭日，你们一家3口都来得整整齐齐，不像我家老秦，总说工作忙，一点都不关心孩子成长。”阮素琴尴尬地回了句问号，宋刚眼神闪过一丝慌乱，我忍不住质问：“宋刚，这就是你说的仅此1天？”宋刚恼羞成怒，一把拉住我的胳膊：“苏雨，这里人多，你别胡闹。”接着他低头看了眼女儿，压低声音说：“闹大了对丽丽也不好，你说是吧？”女儿突然听到自己名字，茫然地四处看，她好像还不明白怎么回事，只是紧紧贴着我的小腿，拽着我的小手都出汗了。我感受到她的不安，蹲下身摸了摸她的冲天灸，轻声说：“有妈妈在，什么都不怕。”我看着宋刚带着阮素琴和乐乐离开的背影，没一会儿，他们就被人群围住了。有人一脸巴结地笑着跟宋刚打招呼，无非是夸他事业有成，才30出头就成了市值100亿公司的老总。宋刚得意的不行，尾巴都快翘上天了。阮素琴则目光炽热地盯着宋刚，一副很自豪的样子。被宋刚抱在怀里的乐乐突然回头瞥我一眼，还做了个挑衅的鬼脸。我心里冷笑，宋刚这是飘了呀。我虽然因为怀孕生子减少了去公司的时间，可盛宇集团75%的股份都在我手里，我才是实际的掌舵人，而他不过是当初傍上我的大腿，看在夫妻情分上挂了个经理头衔。我打开手机发给公司人事，小赵把宋刚从经理位置上调走，下周1内部官宣。接着发给公司法务，小刘起草一份我和宋刚的离婚协议。宋刚啊宋刚，你想软饭硬吃，可没那么容易。没一会儿，幼儿园家庭日活动正式开始，每个家庭都坐在事先准备的桌子前。丽丽看着坐在前1排的宋刚，失落极了，问我：“妈妈，爸爸为啥不和我们一起坐呀？”我捏了捏女儿软乎乎的脸蛋，她还这么小，可不能让她掺和这些烂事，因为妈妈是超人呀。为了公平，爸爸就去帮其他小朋友了。这时，幼儿园老师宣布第1项拼积木活动开始，还笑眯眯地说：“第1名有奖励哦，是一艘宇宙飞船的乐高。”丽丽一下子兴奋起来，指着飞船说：“妈妈，我要！”好，那我们加油！沙漏快流尽的时候，丽丽举起小手，激动地喊：“老师，我们完成了！”老师刚走过来要点头宣布，就见前1排蹭地跑过来一个小男孩，是乐乐。他一把把我们拼好的积木推倒，趾高气扬地说：“这下第1名是我的了。”丽丽看着倒塌的积木，眼眶一下子就包着泪珠，她气坏了，拿起大块积木就砸向乐乐。宋刚过来第1句话就是：“丽丽，你怎么能动手打人？快给乐乐哥哥道歉！”丽丽倔强起来：“我不是他先推倒我的积木，他是坏人。”我坚定地站在女儿身后。宋刚，明眼人都知道谁是始作俑者，应该是乐乐给丽丽道歉。阮素琴也跟着过来，拉了拉宋刚的胳膊：“宋哥，算了吧，咱别计较了，大人不计小人过。”幼儿园老师也想打圆场。就在这时，丽丽突然委屈地直掉眼泪：“爸爸，你为啥不保护我，还凶我？”这一声爸爸，瞬间把所有人都惊得愣在原地，目光在我和宋刚、阮素琴之间来回徘徊。宋刚脸上一时红一阵白，阮素琴则是一副欲言又止的表情。这时，乐乐叉着腰站在丽丽面前，恶狠狠地说：“谁是你爸爸？你乱叫什么？这是我爸爸，
女儿被凶得直打嗝，她泪眼蒙蒙的哭喊，小奶声都喊破音了，爸爸，你说话呀！我心疼的不行，狠狠瞪了宋刚一眼，声音也严厉了许多。宋刚，你还不解释吗？要看着我们母女被人误解吗？宋刚眼睛一瞪，一把抱起乐乐，解释什么？我今天就是乐乐的爸爸。说完，他还摸了摸乐乐的后脑勺。一瞬间，其他家长都对我和女儿指指点点，这孩子怎么乱认爸呀？以往丽丽家好像都不参加幼儿园的家庭日，这次也只有妈妈，你说是不是谁家的小三啊？听说这个宋刚是个集团老总呢，特别有钱，说不准是丽丽妈想要勾引宋刚，被自己女儿撞见误会了呗。在我和女儿被流言蜚语攻击的时候，对面的宋刚一声不吭，只是在哄着乐乐。站在一旁的阮素琴憋着笑看了我一眼，我抱住哭得不能自已的女儿，轻轻拍了拍她。虽然很想删这对渣男贱女，但现在不是时候，我不能再让女儿受伤害了。这时，想巴结宋刚的人谄媚地说：“小公子和宋总长得多像啊，一看就是亲父子。”我抬眼瞥向宋刚，他眼中闪过一丝心虚，随后打着哈哈。阮素琴那叫一个春风满面，我以前也见过这对母子，咋就没发现宋刚和乐乐的眉眼还真有几分相似呢？这边丽丽哭个不停，我只好请老师带我去休息室，想先把女儿安抚好。到了休息室，我哄着女儿平静下来，渐渐的她睡着了。看着她哭得红肿的眼皮，我的心都揪成一团了。我轻手轻脚地走出去，走到走廊转弯处，拨通了人事与法务的电话。小赵、小刘，你们现在就带着我和宋刚的结婚证以及草拟的离婚协议、公司的辞退书一起来好宝贝幼儿园，要快！就在我和他们继续沟通细节的时候，忽然听到一声惨叫，是女儿的声音，我的心一下子坠到了谷底。走廊尽头，卫生间门口，丽丽被推搡在地，正一抽一抽地哭着，围着她打头的正是乐乐，一脸凶相，叫你乱认爸爸，看我今天不揍死你！说完，他一脚踹在丽丽的肚子上，丽丽痛得哀嚎，想躲却被他后面的小男生捉住。小三的孩子活该被揍，我妈说了，这种私生子出生就该掐死。丽丽挥着小手反抗，哭得都快喘不上气了。你胡说，那就是我爸爸！爸爸妈妈，快来救丽丽！丽丽好痛！爸爸妈妈，你们在哪里呀？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，大脑嗡的一声巨响，血液奔涌，全身血管都要炸了。那些小男孩发现我后，互相瞅了瞅，见我表情太凶，赶紧作鸟兽散逃跑了。我把丽丽抱在怀里，才发觉她浑身抖得厉害，连忙叫了120。不怕，宝贝，妈妈在，妈妈在。等120到来的时候，其他家长纷纷好奇发生了啥。我抱着女儿往救护车狂奔而去。路过的时候，宋刚正一脸笑容的和乐乐拼积木呢，阮素琴在一旁给宋刚擦汗。他听到动静，抬头看了一眼，面带疑惑，起身过来刚问我一句：“怎么回事？丽丽怎么了？”阮素琴就拽住了他的手：“宋哥，说好今天陪乐乐的，你不知道，我昨晚跟他说你今天能一整天陪着他，乐乐有多开心。”宋刚脚步顿住，我已经带着丽丽坐上了救护车，丽丽昏厥过去了，医生在车上就开始检测抢救。一位女医生掀开丽丽的衣裙时，忍不住惊呼：“这么小的孩子，怎么舍得下这么重的手？”我一下子就落泪了，慌得不行。小人奶白奶白的皮肤上青一块紫一块，腰侧是拳头大的淤血，她的身体止不住地轻颤。医生语气忽然急迫：“快上仪器！”丽丽抢救过来后，已经过去了2小时，这2小时简直度日如年。悔恨与仇恨在我心底交织，疯狂生长，在我体内横冲直撞。我妈心疼得掉眼泪，抱怨我：“你是怎么看的孩子呀？这是遭了多大的罪？”病床上挂着水的丽丽虚弱地睁开眼，茫然地看向我：“妈妈，为什么他们都说丽丽是爸爸不要的孩子呀？可明明丽丽有爸爸呀，爸爸为什么不保护丽丽了？”我轻轻地在她额间落下一吻，告诉她：“妈妈会永远永远保护丽丽，丽丽是妈妈最心爱的宝贝。至于爸爸，是我们不要他了。”我再次回到幼儿园的时候，活动日正在进行最后一项，一家人共同绘画出一幅全家图。宋刚正在耐心地给图画上色，乐乐安静地依偎在他怀里，阮素琴一脸满足地正在给他们俩拍照，真是一副岁月静好、其乐融融的全家欢。可凭什么我的女儿现在在医院里躺着，而作恶者在这里享受幸福？我直接冲过去，二话不说就朝阮素琴狠狠扇过去，巨大的力气直接让她一个趔趄，咚的一声撞到身后的桌案角。突如其来的巴掌声把所有人都弄愣了，宋刚更是大吼一声：“苏雨，你干什么？”随即连忙把阮素琴搂在怀里，眼神满是心疼：“素琴，疼不疼啊？”阮素琴滚落下泪珠，摇摇头，扮可怜：“苏雨，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？我向你道歉。”我冷笑一声：“只是口头道歉，是不是太没诚意了？”说完，我就要再甩他一个巴掌。宋刚见状就要拦我，我方向一转，
径直甩在宋刚脸上，脸上红印5个指头清晰可见。宋刚捂着脸愣了1秒，发疯一样，苏雨，你 TM 是不是有病？我给你脸了是不是？这时幼儿园老师赶紧过来劝架，问我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我手指向乐乐，咬牙切齿，这个小崽子趁我不注意，带着几个小男孩把我女儿围殴了。我话音刚落，阮素琴就急切地说，不可能，乐乐很乖的，宋哥，你要相信我。我上前一步，不可能，那你以为120刚刚为什么来？宋刚再次以保护者的姿态站在阮素琴和乐乐面前，小孩子能有什么坏心眼，在一起打打闹闹在所难免，倒是你小题大做不说，上来就打人，整个一泼妇。见我气势汹汹，宋刚干脆一伸手，用了力气把我推倒在地，手掌擦在地面，渗出了血。那些想要巴结宋刚的人跟着一起居高临下的嘲讽、辱骂我，这莫不是来碰瓷吧？知道宋总家大业大，过来讹钱，也不瞧瞧自己什么德性，等着被盛宇集团法务收拾就知道哭了。你说这是不是之前勾引过宋总未遂，过来胡搅蛮缠的，也不看看自己和宋夫人差多远，果然是一副小三做派。就在这时，汽车的呼啸声由远及近，很快幼儿园门口停下了3辆高档商务车。有眼尖的家长忍不住惊呼，车上有盛宇集团的标志，是高层用车。有人继续狗腿，宋总果然厉害，这就把集团法务叫来了。说完，这人狠狠呸了我一下，幸灾乐祸，死小三，你完了。谁不知道盛宇法务号称路程不败王，等着赔钱蹲大牢吧。有做网红的家长早已一脸兴奋，举着手机，没想到今天遇见了大新闻，老铁们快点关注，给你们直播这泼妇的下场。阮素琴反应过来，一脸惊喜深情地望着宋刚，而他身边的乐乐更是趾高气昂。被众星捧月的宋刚眼中划过一抹不可置信，低头看向我，我一手撑地，忍着痛缓缓站起来，嘴角勾起冷笑。见架势闹大，幼儿园园长赶了过来，皱着眉语重心长地对我说，丽丽妈，你快别硬犟了，赶紧给宋先生和宋太太赔礼道歉，胳膊拧不过大腿呀。我向园长摇摇头，他盯着我叹了口气，我知道你的品性不会说谎，可现实是现实，那些百年集团的能量大得很，哪里是你能招惹得起的呀？这时，从商务车上下来的西装革履的精英们快要走到活动区，那些看好戏的、捧着宋刚的狗腿们，以及正在举着手机的家长们，全都是一副即将好戏登场的表情。他们挤眉弄眼，幸灾乐祸地望着我，唯独宋刚上前一步，压低声音盯着我问：“人是你叫来的，你就这么小心眼，非要把事情闹大？你别忘了，现在我是公司的总经理，我是他们的直属上级。”我朝他笑笑，那就拭目以待。阮素琴见我和宋刚在说话，连忙凑过来，还是那副茶里茶气的模样。宋哥，我知道你是觉得我委屈，把集团的法务都带过来给我撑腰，但今天这事我也有错，咱们还是算了吧。他说话时楚楚可怜，特意把被我扇红的脸露给宋刚看。他儿子乐乐伸出手就要推我，叫你欺负妈妈，待会儿爸爸的下属们就把你揍得找不到北。我借机后退一步，乐乐没有支撑，整个人前爬摔在地上，咚的一声，额头肿起一大块。你干什么欺负小孩？磕坏了怎么办？宋刚瞪大眼睛，我忍不住反击，宋刚，你是不是眼瞎？阮素琴连忙抱住乐乐，哭哭啼啼，他一个小孩能有多少力气？推你一下而已，你干嘛下这么重的手？苏雨，你有什么气冲我来？孩子是无辜的呀。宋刚被阮素琴一番话刺激到了，气得想抓我。这时，西装革履的男人们已经走到我和宋刚跟前，其他人围观的人都在等着我被一同来的保安控制住，然后被宋刚狠狠教训，给阮素琴出气。却见浑身腱子肉的保镖直接横在我面前，一把拽住宋刚伸过来的胳膊，用蛮劲把人灌出去2米远。一时间，所有人都愣在原地，这怎么和预想的不一样呢？宋刚重新站稳，冲着挡在我身前的保安大吼：“你 TM 不想干了？我是总经理，是给你们开工资的。”方才巴结宋刚的狗腿子小心翼翼地用目光在我和宋刚间徘徊，询问道：“宋总，这些人是不是弄错了？”其他人也仿佛如梦初醒一般，互相看了看，都被眼前的情景弄迷糊了。阮素琴一脸委屈地扒住宋刚：“宋哥，你不是盛宇集团的总经理吗？可要给我们乐乐做主啊！”阮素琴显然没脑子，还在坚信这些人就是宋刚叫来的。他眼神中既怨恨又得意，这是连装都不装了。就在这时，另一波西装精英南朝我们走来，打头的戴着金丝眼镜，正是程宇的法务负责人，我口中的小刘。有法律口的人眼尖，这是真法律界的大神，今天居然见到真人了。听说了，这人连续5年诉讼案件无败绩。小刘和宋刚擦肩而过，丝毫不理会宋刚叫他名字，毕恭毕敬地和我打招呼：“苏董，已经按您的吩咐都办妥了。”他的声音不大，却足够清晰，在场的人惊讶地看着我：“什么？苏董？我没听错吧？
这些人不是盛宇的吗？宋刚不是盛宇的总经理吗？怎么都站在苏雨那边？正在直播的网红兴奋了，老铁们，这是有反转啊！阮素琴面上有些慌，但还在故作镇定。宋哥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些不是你找来的人吗？宋刚不理会他，反倒过来和我对话。他压低嗓音，你非要弄得彼此都难看吗？再怎么说我也是丽丽的爸爸，丽丽会伤心的。随即他命令般说道，快让这些人离开，你也赶快走，有什么话我们回家再说。苏雨，不要再胡闹了。我一字一顿说道，你怎么有脸提丽丽？你不配做他父亲。我将目光从他身上移开，转而环视所有人，掷地有声地开口，今天发生的所有事都要有个结果。重新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苏丽丽的妈妈，也是盛宇集团的董事长，而他，我指向不远处的宋刚，只不过是我们苏家的赘婿罢了。我从小刘手里接过我和宋刚的结婚证，狠狠摔在地上。那一刻，我从宋刚的眼神里读出了狼狈。可这才刚开始呢，所有人都张大嘴巴，瞪大眼睛。有机灵的做网红的家长立马给地上的结婚证一个特写。广大老铁们，这反转来了呀！大家看看，这才是真正的小三。说完，他就要把镜头对到阮素琴脸上。阮素琴震惊的表情还没恢复，连忙用手挡住脸，不要拍了。其他围观的家长也议论纷纷。所以我们是误会了，这谁不误会呀？太离谱了吧！谁家好人放着妻子女儿不陪，大庭广众之下顾着小三和小三儿子，还头一次见这么不要脸的人。不要脸配不要脸，绝配了。至于那些捧宋刚的狗腿子们，惯会见风使舵，一边倒跟着骂宋刚和阮素琴。宋刚恼羞成怒，苏雨，你非要让我丢面子吗？你让丽丽以后怎么做人？阮素琴似乎弄清楚了情况，故作姿态，泪水连连。都怪我，是我请宋哥帮忙，乐乐从小没爸爸，我只是请宋哥帮忙假扮一天父亲，谁想到，都是我们孤儿寡母的错。话说完，他就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，开始抽自己大嘴巴子。宋刚和乐乐连忙去阻止，宋刚满眼通红地瞪着我，你就非要逼死素琴吗？这世界上总有人用示弱来博取同情，阮素琴这番操作下来，还真有人开始同情她。唉，也不过是个可怜的母亲，想为儿子过个圆满的5岁生日，这是要凭借权势逼死这孤儿寡母啊！我上前一步，表情玩味地注视着他，真的只是单纯帮忙吗？阮素琴一怔，我根本不给他反应的时间，就让小刘甩出一份调查结果。这下人群彻底炸了。当年阮素琴生产，宋刚全程陪同，有妇产医院的影像与档案作证。阮素琴却是未婚生子，但孩子一直都有爸爸，就是宋刚。也难怪这些年宋刚每年都会在给丽丽买礼物的时候，给乐乐也买一份。原来没细想，现在回想起来，简直处处是破绽。记得有一年，甲型儿童流感席卷路程，丽丽也有了症状，整天病恹恹的。我托人给丽丽带回一份特效药，结果第2天特效药就不见了。我质问宋刚，他眼神躲闪，说是朋友家孩子已经高烧不退了，这是救命药。我气坏了，别人家的孩子是心头肉，我的丽丽就是我的命。那一次丽丽难受了好久，高烧的浑身发红发烫，我的心也跟着揪了好久。可后面宋刚说漏嘴了，我才知道那特效药是给了阮素琴，而当初乐乐也根本没有感染，只是阮素琴说了句宋哥，我害怕乐乐也被传染，想要一支药备着，宋刚就给了。那个时候起，我就已经有了怀疑，派人开始调查，直到今天终于拿到了实锤。宋刚、阮素琴，你们这对狗男女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我狠狠把证据甩在他们脸上，薄脆的 A4 纸划破了宋刚的脸，渗出血丝。所有人都跟着愤怒了，这简直无耻到家了，都和人有了孩子，还傍富家女，拿着富家女的资产养前任和私生子。宋刚抹了把脸，蓦然笑了一声，冷着脸死死盯着我，你都知道了，那又如何？如今我们已经结婚，就算离了，我也能分你一半家产，更何况你怀孕生子这个阶段，公司的业务部已经被我牢牢掌控，我完全可以自立门户。我也笑了，若不是我的默许，那些业务骨干和海外留学生哪里会听他的命令？更何况公司的重要决定都是我做的主，而他不过是摆在明面上的一颗棋子。但很显然，这颗棋子不这么认为。我让小刘把离婚协议递给他。什么？净身出户？苏雨，你做梦，这绝不可能。想要离婚，必须分我一半苏家的家产。宋刚一把将离婚协议撕得粉碎，挑衅地看着我。我又叫人事处的小李将辞退信给宋刚，他再次撕碎。我看着漫天的碎纸也笑了笑，这都没关系，毕竟今天只是通知，就像大家所说，我的律师团队就没有败过，把事情交给法律反而简单许多。但通过网红的直播，宋刚和阮素琴的名声是实打实的臭了，简称社会性死亡。
宋刚和阮素琴带着乐乐就要走，我让保镖把人拦下了。宋刚回头看我，一脸阴险，你什么意思？我只是把目光对准那位网红妈妈，你想不想热度再攀一个高度？网红妈妈当时眼睛一亮，我朝小刘点点头，那就开始播放吧。最前面的投影仪出现了女儿的身影，接着就是乐乐带人把她围住了，叫你乱认爸爸，看我今天不揍死你！乐乐一脚踹在丽丽的肚子上，丽丽痛得哀嚎，想要躲，却被她后面的小男生捉住。小3的孩子活该被揍，我妈说了，这种私生子出生就该掐死。丽丽挥着小手反抗，哭得都快喘不上气了。你胡说，那就是我爸爸！爸爸妈妈，快来救丽丽！丽丽好痛！爸爸妈妈，你们在哪里呀？在场许多家长已经不忍心看了，更有不少妈妈当场落泪。此时此刻，重温那一段如同噩梦的经历，我恨不得杀了那个小崽子。见我眼神太狠太凶，宋刚警觉地挡在乐乐面前，而身后的乐乐竟然咯咯直笑。那个死丫头活该，谁让她跟我抢爸爸？再见面我还要揍死她！她就是个小杂种！我死死地攥紧拳头，心在滴血，不敢想象我的丽丽当时多么无助，多么害怕。是妈妈没有保护好你，你放心，妈妈一定会为你报仇，让坏人都得到该有的报应。在场有良知的家长都倒吸一口凉气，这哪里是小打小闹，这简直就是恶魔在人间。哪里有小孩会做这种事？说这种恶毒的话，还不是家长教的。所有的家长都在这一刻与我共情，他们喊出了要严惩这些犯事孩子的家长，他们必须滚出幼儿园，对，不然我们的孩子就是下一个受害者。滚出幼儿园！宋刚、阮素琴以及那些参与伤害丽丽的家长却觉得这是多大点事啊，小孩子嘛！宋刚吼了一嗓子，你们吵什么吵？小孩子打闹不是很正常吗？至于这么大惊小怪吗？我是丽丽亲爸，我都没计较，没追责，你们有什么资格说3道4的？我死死盯着他。宋刚，丽丽也是你的女儿，看着她被欺负，你就一点不心疼吗？你没听到她在一遍遍说她很疼，她要爸爸的保护吗？宋刚，你是不是真的一点良心都没有？丽丽是你的亲女儿。宋刚被我看得说的有些心虚，还是硬着头皮说，丽丽不过受了点伤而已，现在还不是好好的吗？你至于吗？不等我开炮，其他家长就看不下去了。这哪里是当爸说的话？就算顾及私生子，自己的亲女儿就全然不顾了吗？这孩子还那么小，多可怜啊！摊上这么一个冷心冷肺的爹，就是一只披着人皮的畜生，是畜生都不如。宋刚被说的没脸，狠狠瞪向对他指指点点的人，然后转身就想走。就在这时，警察来了，我把视频和丽丽受伤的鉴定报告一起交接。随后，警察严肃地说：“涉事家长和我们走一趟吧。”这个时候，他们才开始慌了，可惜已经晚了。孩子是未成年，但不代表监护人不需要负法律责任。那天以后，丽丽逐渐好转，我把伤害丽丽的所有人都告上了法庭。我告诉丽丽，宝贝，妈妈会保护你，会为你讨回公道。小小的人儿似懂非懂，钻进我怀里，小奶音不停地叫着妈妈，妈妈，妈妈。面对巨额赔偿，那些家长来到我家门口苦苦哀求，想跟我和解，甚至有人带着孩子在我家门口往死里打孩子。我让你欺负人，我让你欺负人，把孩子打得一抽一抽的。苏董，我们已经教育孩子了，您就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宰相肚里能撑船，原谅我们吧，我们一家给您跪下了。可我依旧不松口，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伤害我女儿的人。至于宋刚、阮素琴和乐乐这一家3口，现在他们连门都出不去，网上热度不断，广大网友们称宋刚是白眼狼，乐乐是狼崽子，每天都有人去他们家门口扔臭鸡蛋、泼红油漆。但这还没完，短短几天里，我依次提起离婚诉讼、追回婚内财产诉讼以及告宋刚借职务之便挪用公司财产。宋刚去过公司，但早就没收了他的门禁，他被关在外面。平日里他自诩是高管，高人一等，如今不仅盛宇集团将他辞退，其他公司也不会要一个厚颜无耻之人。他干脆私下联系曾经的业务骨干下属，打算自己单干，结果人家直接把他拉黑了，理都不理。他冲到我面前质问我，是不是你指使的他们干涉了业务同事的自由？我只觉得可笑。宋刚，你现在就是一颗臭狗屎，但凡脑子没毛病，谁会想着跟狗屎混？我不理他的犬吠，直接让保安把人轰走。他大声喊着，我是这家的男主人，是盛宇的总经理，你们谁敢动我？没有人理他，也没有人在意他，就像插出一只流浪狗一样，把他插出去。离婚官司很快开庭，网上热度再次炒起来，因为他的出轨性质实在过于恶劣，且造成了重大社会不良影响，直接净身出户。他不甘心，在法庭上大声嚷嚷，法官直接让法警把人控制住。网上纷纷刷，这简直是大快人心，这是渣男的报应，呸，活该。
随后的利用职务非法侵占公司财产案，证据确凿，足够让宋刚进去待几年。没几天，他在我去公司的必经之路上拦住了车。此刻的他已经憔悴的不行，胡子拉碴，头发也几乎半白，再也没有当初站在高位受人追捧的意气风发。他半弓着身，终于低下了他的头。苏雨，我错了，我已经和阮素琴说清楚了，我保证我不会再和他来往了。我毕竟是丽丽的爸爸，你看在丽丽的份上原谅我好不好？苏雨，我们复婚吧，给丽丽一个完整的家，你让我再回到盛宇，不用总经理，当个总监就行。此刻我坐在豪车里，透过半降的车窗，漠然地看着宋刚。宋刚，你也太瞧得起自己了，在幼儿园的时候，丽丽要你保护的时候，你在哪里？你也配提丽丽？我让司机直接把车开走，将她远远地抛在身后，如同我和丽丽将她远远地撇出我们的生活。在听到宋刚的消息，他已经进去蹲着了。至于追回宋刚转移到阮素琴那的财产这事，对于法务团队就太轻松了。法务告诉我，就连阮素琴现在的房子都是宋刚偷偷买的。现在的阮素琴只能到城中村租房住，和宋刚一样，名声臭了，没有公司敢雇佣他。他也曾打算摆个小摊，但网友们一下子就认出了他，直接把他摊子给砸烂了。那之后，他只能靠捡垃圾为生。而那些围攻丽丽的孩子们，也在其他家长的要求下，被要求退学。听说去了其他幼儿园也很不受老师待见。这些伤害过丽丽的孩子们，到了新幼儿园都被孤立了，也很好理解，毕竟谁家家长愿意自己孩子和有暴力倾向的孩子玩耍呢？至于乐乐，他到了新的幼儿园，被人嘲讽是小三的孩子，他气冲冲失去理智，上去就和一群6岁多的孩子干了一仗，结果可想而知，哪里是人家的对手，就是单方面挨揍，当时就见血了。去医院一查，被打出了脑震荡和腿骨折，也再也没有幼儿园收他了。阮素琴又气又心疼，求爷爷告奶奶也没有办法，只能带着他捡垃圾。我再次看到这对母子是在小吃街上，两个人都脏兮兮的，头发乱蓬蓬，正在一个垃圾桶一个垃圾桶的翻，而我则坐在豪车上，正打算去给女儿订她最爱的女王蛋糕。